欢迎来到声乐书柜，每天一本书，让我们一起成长。祝您本期听书愉快，收获满满。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且听风吟》，这本书是作家村上春树写的第一本小说，是他的出道作。村上春树想必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作家了。早在1989年，他的书就有了中文版。在这之后，他在中国出版了14本长篇小说，11本短篇小说集，几乎每一本都很畅销。甚至有一个说法，他的书是中国文艺青年的敲门砖，没读过村上春树都不好意思称自己是文艺青年。而且不仅是畅销，他的文学成就也不容忽视。自2006年起，他就一直被视为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候选人，年年高居赔率榜榜首。虽然直到现在也还没有拿到奖，但是这已经充分说明了他在国际文学界备受瞩目的程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村上春树的影响不仅局限在文学领域，他还是一个出了名的生活达人。村上春树喜欢爵士乐，对20世纪60、70年代的美国流行音乐很有研究。他也喜欢科技产品，是资深的苹果粉丝，以及众所周知，他还喜欢跑步。在开始写作之后，他每天4点起床，晚上10点之前睡觉，每天跑步1小时。他在每年的夏季会跑一次全程马拉松，在秋季会参加一次铁人3项，坚持了20年。所以阅读村上春树其实不只是在阅读一种文学，也是在阅读一种生活方式。从他的身上，我们能够学习到一个人是如何保持愉悦的性情，如何经营自己的爱好，如何克服惰性，以及如何与孤独相处等等。村上春树出版了很多本书，今天我们要读的是他的第一本书。你可能会感到疑惑，按理说村上春树最畅销的书是《挪威的森林》，最受文学界肯定的书是《海边的卡夫卡》。那为什么我们不读这些书，而要来读一本他在40多年前写的小书呢？一个作家的出道作一般被认为是一个作家最不成熟的作品，但也恰恰是因为不成熟，他也被认为是一个作家最真挚和坦诚的作品。在这个时期，作家还没有学习到那么多的技巧，也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因此他最有可能直接地向我们展示他的情感、观点、风格等等。所以说，了解一个作家最合适的切口，可能并不在于他那些声名远扬的作品，反而在他名不见经传的第一本书。正如作家三毛所说，一个作家灵魂的自由，其实最有可能藏在他的第一本书中。今天的这本书书名叫《且听风吟》，直白理解的话就是听风说的话。它来自美国作家杜鲁门·卡波特的一句话：想想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想想风吧。村上春树非常喜欢这句话，他说每当他遇到艰辛和悲哀的时候，他都会想到这句话。所以所谓且听风吟，表面上是在听风说话，实质上其实是在听一个艰辛和悲哀的人借由风的自我抒发。这本书挺薄的，很快就能读完，但就是这么小小的一本书，曾经被文学界评价为彻底革新了日本文学。那么接下来我将分3个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第一部分我们来聊一聊《且听风吟》这本书的创作背景。第二部分我们来聊一聊《且听风吟》这本小说究竟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第三部分我们以《且听风吟》为切口，来聊一聊贯穿村上春树所有作品的风格和主题。首先，我们并不急着走入小说，先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创作背景。创作背景是理解一本小说很重要的钥匙，它关乎作家的创作初衷以及创作的开展过程。对于一本出道作来说，它还直接关乎一位作家到底是如何走上作家之路的。那么村上春树是怎么成为一名作家的呢？说起来可能令人难以置信，这其实和一场与写作八竿子打不着的棒球赛有关系。在成为作家之前，村上春树是一名爵士酒吧的老板。他当时在早稻田大学戏剧系读书，还没毕业就结婚了，所以他比很多人更早在考虑自己究竟要做什么。他很明确自己不想进公司上班，也不想进体制，想来想去最终决定开酒吧吧。那个时候他和太太2个人都没什么钱，只能是同时打好几份工去攒钱，再加上四处借了一些，花了差不多3年，终于拥有了一家酒吧。他后来在《我的职业是小说家》这本书中回顾了那段日子，
他说那时候从早到晚都在干体力活，每天都忙着还债，家里既没有电视，也没有收音机，甚至连一只闹钟都没有，也几乎没有取暖设备，寒夜里只好紧紧搂着家里养的几只猫咪睡觉。不过凭借着一种他自己形容为任劳任怨、一心一意的态度，他把酒吧经营的还算不错。就这么到了1978年，他也马上30岁了，心态慢慢的有了一些变化，开始会忍不住感叹时光易逝，觉得是不是得抓紧时间做一点什么了。就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一场棒球赛。在我的职业是小说家和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这2本书中，他都提到了这场棒球赛。那是在1978年4月，实际上是一场非常普通的赛事，也没有什么观众。他当时坐在外场的草坪上，一边喝酒一边看比赛。在第1局的下半场，有一名球员打出了一记非常漂亮的二垒打，击球的声音非常清楚地传到了他的耳朵里，梆的一声。就在这个时候，他产生了一个念头，没准我也能写小说呢。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有点离谱啊，确实很离谱，就连村上春树本人都觉得很离谱。他后来常常说自己实在是太幸运了，因为很多人一辈子都找不到一份真正适合他的职业，找到了也没有办法停止怀疑，而他竟然这么突然和轻易的就找到了，并且毫无怀疑。他在书中形容说，那个时候的感觉我至今记忆犹新，似乎有什么东西慢慢的从天空飘然落下，而我摊开双手牢牢接住了它。它何以机缘凑巧落到我的掌心中，我对此一无所知，当时就不甚明白，至今仍莫名所以。理由暂且不论，总之就这么发生了。这件事该怎么说呢？就像是天启一般。那场棒球赛一结束，村上就去买了钢笔和稿纸。自那一天以后，每天晚上忙完了店里的工作，他就会坐在厨房饭桌前写作，一直写到夜里1、2点。花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他写出了自己的第1本小说，也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这本《且听风吟》。当时村上春树其实并不满意这个小说，他虽然从小就读小说，在俄国小说和英国小说这一块有很深的积累，但是读小说和写小说毕竟是两回事儿，会读不一定就会写，所以他是以一个完成就好的心态写出来这个他自己认为顶多像那么回事儿的东西。后来他把这本小说投给了一本文学杂志，并没有抱什么期望，只是想为棒球场上那股写点东西的心情画上一个句号。谁知道这本小说一举拿下了当年杂志的文学新人奖，当年的评委甚至盛赞说，这本小说的出现将会是日本文学史的一个大事件，它标志着日本的文学趣味将从此出现变革。就是这样，村上春树高调进入了日本文坛，之后随着他一本接着一本新书的出版，他的声誉越来越大。1987年，他写出了《挪威的森林》，这是一本纯文学书，但是罕见的在日本卖到了200万册，相当于东京的每一个家庭都有一本。这种级别的成功让村上春树从作家上升为一种全民的文化现象。到现在，村上春树已经出版了超过70部作品，涵盖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游记、对谈等等，但他的第1本小说仍然常常被人提起，不仅是因为这背后的写作故事，也因为这本书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村上后续所有作品的基调。那么这第1本小说到底写了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进入第2部分，具体来讲一讲这本小说。且听风吟其实讲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这个故事从1970年8月8号开始，结束于1970年的8月26号，也就持续了18天。故事用第1视角展开，并没有按照时间顺序，而是跟随着主人公的思绪，随时插入他的回忆和议论。主人公是一个21岁的男生，在东京大学上学，每年都会回家乡过暑假。这个男生爱好文学，正暗自筹划他的写作事业。男主人公最喜欢的作家是哈特菲尔德。关于哈特菲尔德，这里多说几句。这个哈特菲尔德呀，其实是村上春树杜撰出来的一个人物。他出生在美国，高中毕业以后就立志成为作家。他1个月能写15万字，产量非常大，内容都是有关冒险和妖魔鬼怪的。
29岁的时候，哈特菲尔德的母亲去世了，随后他爬上帝国大厦跳了下来，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他的墓碑上刻着哲学家尼采的一句话：白昼之光岂知夜色之深。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29岁其实正是村上春树开始写作的年纪。从这一点来看，哈特菲尔德这个虚构人物可能是村上春树在小说中的一个化身，他承载了不少村上春树当时对于写作、对于人生的看法。好，我们说回到小说里，男主人公从东京回到家乡过暑假，每一天的日子过得都差不多，无非是和他的一位朋友去杰士酒吧喝酒。这位朋友叫做鼠，老鼠的鼠，他痛恨有钱人，但其实他自己就是一位有钱人，整天无所事事，就是喝酒。书中说，这两个人在这个夏天喝掉了一个游泳池的啤酒，而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都还想不明白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在书中，男生坦白说，我在那段时间里，由于连续不断就人存在的理由进行思考，结果染上了一种怪癖，凡事非换算成数值不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他将人生理解为各种各样的数字，比如脉搏跳动的次数、楼梯的级数、每天见面的人数等等，以此避免自己再胡思乱想，找到安定感。有一天晚上喝完酒，男生在厕所遇见了一位只有9个手指的女生，他喝得烂醉，倒在了厕所的地面上。男生出于好奇，决定送她回家。到家以后，女生的状况还是很糟糕，男生担心会有什么事情，就留了下来。第二天一早，女生醒来，误会男生心怀不轨。男生解释了一通，但是女生仍然没有完全打消疑虑，于是两个人不欢而散了。后来有一天，男主角去唱片店买唱片，又碰见了这名女生。这个女生是这家店的店员，两个人聊了几句，约好一起去吃饭。在饭桌上，女生向男生讲到了自己的身世。她的父亲在5年前死于脑肿瘤，家里因此一贫如洗。她还有一个双胞胎妹妹，很多人一直都分不清她和妹妹。但是直到8岁那一年，她被吸尘器绞断了一根手指，然后就再也没有人认错他们俩了。随着聊得越来越多，这两个人逐渐变得亲密起来。之后的好几天，男生总是会想起这个女生，但是又并不想主动联系，他继续着他那种无所事事的生活。男主人公的朋友鼠本来有一个女朋友，在这个时候分手了，他状态很不好，甚至决定再也不回学校了，要全身心地投入写作。他说他想为了知了、青蛙、蜘蛛以及风写一些什么，换言之，他要为所有合理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事物写点什么，哪怕它再微小，再不足一提。终于有一天，男生又接到了那个女生的电话，两个人去了海边的一家小餐馆。女生仍然神神秘秘，说话零零碎碎，半真半假。吃完饭以后，两个人去海边散步，女生突然情绪激动起来，她说所有人都讨厌透顶，从来没有一个人肯定过她的价值。她流泪了，男生搂住了她。之后两个人到了女生家，女生继续讲到成长过程中的苦楚。她说恶风一直在头上吹个不停，男生告诉她风向总有一天会变的。夜里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了一起。1个星期以后，男生开学了，他回到了东京。等到寒假他再回到家乡的时候，就再也没有见到过那个女孩了。在书中作者是这么写的：那位左手只有4个手指的女孩，我再未见过。冬天我回来时，她已辞去唱片店的工作，宿舍也退了，在人的洪流与时间的长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等到夏天回去，我便经常走那条同她一起走过的路，坐在仓库石阶上，一个人眼望大海，想哭的时候却偏偏出不来眼泪，每每如此。到这里，这个故事就结束了。你可能已经感受到了，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平淡，几乎没有什么情节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也算不上很特别。一对骤然相识又骤然分别的男女，有太多小说写过这样的故事了，可能在一些人的眼里，这已经称得上是俗套了。可就是这样一个俗套的故事，村上春树是怎么把它处理的既鲜明又深刻，最终还得到了日本文学界的盛赞呢？接下来的第3部分，我们就来细致的讲一讲这本书的风格和主题。
村上春树的作品一直有他独有的风格。总结一下的话，其实是一种有意的去日本化。什么意思呢？最明显的例子，咱们看《且听风吟》里这些人物的名字。主人公有2个朋友，一个叫鼠，一个叫杰，这都不是咱们印象中的日本名字。再看他们去的地方，酒吧、港口，也都是一些毫无日本特色的地方。再比如说像樱花这种特别有标志性的日本元素，在这本小说中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过。而且除了在内容上有意淡化日本元素，这本小说在语言上也有意地与日语拉开了距离。日本本土的人读村上春树，经常会说他的语言很直白爽快，没有什么日语味儿，像是翻译过来的作品。所以如果是第一次读这本小说，又不知道作者是谁的话，读者完全有可能误认为这是一本欧美作家的小说。那这种风格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结果。在写《且听风吟》这本书的时候，有一阵子村上春树怎么也写不出来，写出来了自己也很不满意，撕掉了很多。有一天他决定试一下不用纸和笔来写会怎么样，他就搬出了一台英文打字机，试着用英文写。当时村上的英文能力并不是很好，会的词汇和语法都很有限，就逼着他只能用最简单最直白的方式讲述内容。写完以后，他再把这些英文翻译成日文。经过这样一番操作以后，他惊讶地发现，他的语言就像是被清洗过一遍一样，干净了很多，而且口吻和节奏也恰到好处。他形容这就像是终于穿上了尺码合身的衣服，让他的写作一下子自如了起来。在之后的作品中，村上春树延续了这种风格，并且将它发展得越来越成熟。他在一些散文和采访文章中阐述了他为什么要坚持这样做。首先，他认为我们越是熟悉一门语言，反而越容易被这一门语言所限制。我们经常提口语表达，意思是你怎么说话就怎么写作。这一点听起来很容易，但是做起来却非常的难。原因在于咱们从小学习和使用书面语，让咱们只要一开始写作就会不由自主地书面起来。平时咱们可能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但是当咱们想要尝试更松弛和自如的写作的时候，就会意识到它的限制，以及摆脱这个限制有多难了。村上春树始终认为日语对他来说就是一种限制。在他看来，日语是一套自身特质非常明显的语言，它有一套非常顽固的表达习惯，这使得用那些日语写出来的小说都带有一种相似的口吻和气质。村上一直以来不太欣赏日本的文学，原因就在于他不喜欢这种口吻和气质，他觉得这彻底掩盖了作者自身独特自然的声音。他之所以要尝试先用外语写一遍，就是想从这种口吻和气质中跳出来，用一种完全不同的角度重新审视自己的语言，找回自己的声音。因为这一点，村上也受到了不少批评，尤其是在日本本土，有人会认为他侮辱了日语。但村上坚持认为，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语言终究只是工具，而作家有权利不断地去探索这个工具新的用法。其次，村上坚持采用这样一种语言风格，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经过一道翻译以后，他的语言除了有简单直白的特点之外，还天然带有了一种距离感。什么意思呢？一般来说，语言是很感性的，它会不可避免地向我们透露出主人公的情绪和温度。但是村上的语言却不是这样的，他不仅不透露，还有意拉远了我们和主人公之间的距离，让我们很难感受到它。我给你读一段小说的原文，你来感受一下。我重新在沙发上歪倒，一边听收音机里的 Top 40节目，一边出神地望着天花板。10分钟后，我冲了热水淋浴，用热水仔细刮过胡子，穿上刚从洗衣店取回的衬衫和短裤。一个心旷神怡的傍晚，我沿着海滨大道眼望夕阳，驱车赶路。进入国道前，我买了2瓶葡萄酒和1条烟。你看，在这段文字中，咱们很难确定主人公的心理状态。他开心吗？郁闷吗？孤独吗？我们都无从知道。村上春树非常重视这种距离感，他甚至在小说中直接借虚构作家哈特菲尔德之口说，
写作这件事情最为首要的就是确认自己同写作事物之间的距离。比起一味的感性，保持距离才是更难也更厉害的事情。好，说完了村上春树小说的语言，我们再来说一说他小说的主题。这两者关系非常紧密。我们讲到的村上在语言上的陌生感和距离感，其实到头来都是在为他的小说主题服务。著名的文学杂志《巴黎评论》曾经形容村上春树说，很少有作者像他一样如此着魔地反复书写他所迷恋的主题。纵观村上所有的作品，其实存在一个模式。首先，他小说的主人公永远是男性，而且是一个独自离家在外的男性。村上很少去写家庭，他的小说中会经常出现像猫、狗、袋鼠、大象之类的动物，但却很少出现父母和兄弟姐妹。妻子可能会出现一下，但是也很快就离婚或者是消失了。这可能和村上自己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有关系。他曾经解释说，他有相当坚定的意志，不愿意接受任何团体组织的束缚，这也是为什么他一直没有要孩子的原因，其实也是在拒绝来自家庭的束缚。其次，在村上的小说中，这些男主人公一般会与一些女性建立萍水相逢的暧昧关系。在《且听风吟》中，男主人公与九指女主之间便是这么一种关系，偶然相识，逐渐变得亲密，但最终这段关系还是戛然而止。他们并没有能够完全地走近对方，而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比如在《且听风吟》中，男生和女生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女生本打算坦白自己对男生说过的一个谎，但男生在这个时候却刻意岔开了话题，回避了这个真相。男生以这样一种方式避免了女生袒露出他的不堪，维护了他的自尊，但与此同时，他也错过了进一步了解这个女生，进而让他们的关系变得更为亲近的可能。这种人与人之间必要又不必要的距离，是村上作品中最为强烈的张力所在。除此之外，还必须要提到的是，在村上的小说中，那些男主人公相对于他遇到的这些女性，总处于被动地位。在这些女性的触动下，他会越来越感知到藏在他内心的孤独、空虚与恐惧。这些男主人公主动选择了一种极度个人主义，拒绝任何关系绑定的生活，这让他们维持住了自我的独立与自由，但同时也让他们不得不面对随之而来的孤独与空虚。正如《且听风吟》的结尾，男主人公从东京回来，面对一切逝去，空虚袭来，他只能一个人眼望大海，想哭却又哭不出眼泪。村上春树痴迷于这样的一种故事模式，可能也和他的成长背景有一定关系。他成长于20世纪70年代，那是日本经历战后重整、飞速发展的年代，只用了20年，日本就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第2经济大国。如此迅速的现代化对每个人的生活都产生了剧烈的影响。年轻人越来越崇尚一种离开家独自居住的生活方式，每个人都在追求个性和自由。但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感到越来越强烈的孤独。村上春树的很多作品说到底都是在展现这种自由与孤独之间的矛盾，这可能也是他的作品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的原因。因为直到今天，关于我们到底该追求多大限度的自由，以及到底能承受多大程度的孤独，这仍然是横亘在每一个现代人心中无解的难题。好，以上就是这本书中我想跟你分享的重点内容了，我们再来回顾总结一下。这本《且听风吟》是村上春树的第一本小说，它为我们了解村上春树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切口。第一部分，我们讲到了这本书的创作背景，这关乎村上春树如何从一名酒吧老板变身成为一名作家。第二部分，我们讲了《且听风吟》这本小说具体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总结来说，就是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骤然相识又骤然分别的故事。第三部分，我们从《且听风吟》出发，讲到了村上春树的风格和主题。他有意淡化了自己小说中的日本元素，甚至通过翻译这道工序来使自己的语言具备一种陌生感和距离感，而这种陌生感和距离感最终又服务于他的小说主题，那就是现代社会下个体难以摆脱的空虚与孤独。最后必须要补充一下的是，虽然一本书是无法涵盖一位作家的全部的，
尤其对于村上春树这位写作生涯长达44年，直到今天也仍然笔耕不辍的作家，就更是如此了。在我的职业是小说家这本书中，村上直言，写出一部小说并非多大的难事，写出一部上乘的小说对一些人来说可能也并非多大的难事，不过要持之以恒地写下去却难之又难，绝非人人皆能，而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称得上是职业小说家。村上一直以职业小说家为自身志向，持续不断地在写，而他也在这个过程中持续不断地在突破自己。从最早的青春小说到充满实验色彩的奇幻现实小说，再到近些年那些深入历史和政治的小说，他展现出越来越多的面相，也越来越难以被总结。今天这本《且听风吟》可以被当作是读村上春树的敲门砖，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以此为起点，去通往更为广阔的村上春树宇宙。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